大家好，今天呢还是继续日常骑行。昨天呢到广州市区里面转了一大圈回来，主要呢走了一些广州的老街道就留下历史痕迹，也反映这岭南文化的一些老街道呢，其实还是让人回味但是呢，有些路段确实烟火气十足，但是呢，也明显的感觉已经不太符合生活的这种状态。这些呢，政府必须要考虑怎么能够去做一些改建，让老百姓的生活呢能够过得更好一些。但是呢，怎么说？就这个工程应该非常的艰巨不是1年2年可以搞得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政府就有时候宁可做一只鸵鸟，把头埋在沙里，就去发展那些可以发展的区域。对于这种老的城区呢，就一筹莫展，或者说干脆就放弃了。所以呢，我们在广州的老街看到的一些景象是，有个别的城区呢，出于某种旅游景点这种考虑吧，政府也做了一些投入，所以改善了一些街区的模样但是更多的状况呢，就是留下很多日益陈旧的老城区，就感觉这些市民们盼无可盼，在有生之年呢，未必能够等到这个居住环境的大的改善和提升。这些呢都是现实吧。所以每个人呢，如果你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话呢，那你也只有把这些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政府或者别人的身上那有时候就要看运气，要等待。好，现在呢，我出了村，来到了中运路上准备向中村方向骑赶。今天呢，还是想去一些小众的地方，就在住所的附近随意的走走。骑行在这条城乡结合的马路上虽然这边呢也经过了几番的改造，使得这个马路的通行能力也包括它的环境也做了一番整治，但这边的环境呢，毕竟还是属于城乡结合部，或者是一种城中村的状态，所以比起那些生活比较成熟的广州老城区来讲，还
还是差点意思，主要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但是老城区呢，主要就是广州市的市民他们挤在生活的地方，而这种城中村呢，除了少量的以前的乡民，就是农村的人口，更多呢其实是外来的户到这边来打工的人，作为一个暂住或者是进入广州的第一步吧。所以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在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方面还是大大不同的。这条中运路边上那种乡村就中村的那些村落现在都变成城中村。我已经穿行过很多次了，所以今天呢，我只是走一下大路，希望呢能够去到南站附近的平山村和有一条叫城村村的一片水域的地方呢去逛一逛。应该那边呢也没怎么去过，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去到连接番禺和顺德的海怡大桥的桥下。今天天气还可以阴天，虽说上午有10%的下雨的机会，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即便淋下雨也无妨吧。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放弃天气比较凉快的一个机会气温呢应该在29到30度左右。骑出来呢，我才发现我又忘了把我的码表挂上了，我就把它挂上吧。好，现在呢，我把我的码表装在了我的车把上，我们继续向前骑行。昨天呢，我就在外面逛了一大圈，主要是广州市的一些老街道当然也逛到了一些新的区域。一共呢骑了差不多30公里左右吧。然后我是坐的地铁18号线，从一个叫摩碟沙站的地方呢，坐着18号线的快车，到了番禺广场，再转20号线一个站，回到集福新村。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你到外面去慢骑一圈，路程稍微远一点也没关系，但是呢，你可以搭地铁回家，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节省多体力
或者不会让自己搞得太过疲惫。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像我们这种年纪出去骑行应该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吧。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俊兴路上啊，相信还要在这条路上稍微的骑点路。现在呢，继续在俊兴路上骑行。好，现在呢，我骑过中顺路，继续向前骑段。前方呢，应该可以连到信业大道西。这边呢，应该已经接近南站区域了。南站边上呢，以前都是农田，更确切说呢，全部都是一些花场、林场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右侧这一大片的，基本上就是像这种种树的、培育树苗，有些呢可能会养殖花卉，总之就是作为一个副业。现在也可能已经变成了这些村民的主业了，就他们把这个树种大，花养好，就卖出去赚钱。应该他们肯定算过这个账的，这个要比总粮食收益更好，所以呢，大家就会搞这样的副业。但是现在这块地方呢，正如大家所见啊，又建了很多的一些厂房，或者是沿街的商铺，就给那种物流公司、修车的小店还有干脆就是开一些工厂，在这边呢就是利用。那村民呢就可以通过这些出租的收入获得一些分红，就大概都是这样吧。骑上一座桥，我看下面这个河冲会不会就已经是平山冲了啊？完全有可能。现在顺桥下，你可以看到马路两边大大的招牌都是什么什么花牧场，什么什么园林、园艺啊，就是搞这种的一些农场。这种农场呢，看上去也干干净净，这些树呢都种在一个基台上啊，像种在一个大花盆里一样。长大了要移植呢，非常简单。
这条中纬路啊，到了这边呢，就变成一条大马路了。来到了一个路口啊，我看我的右侧呢，就是差不多到广州南站了。骑过了石浦大道南，这条路呢又变成一条小路了。再往前骑着，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叫伟冲路的。前面有一位小哥，就是送那个快递的，爆胎了，在那里自己更换轮胎。人在囧途，我自己也遇到过很多次。这边呢，像是一片乡村工业地带，都是一些厂房。广州南站伟冲村。继续沿着这条类似乡道的马路向前骑行。渐渐的就有了一些乡野的情绪了。你看这个两边呢，还有很多农民耕种的土地了。我看右前方呢，戳了几栋新建的高楼，应该都是普通的商品房吧，写的是新恒基的，叫一个俊软这么一个楼盘。这个南站附近呢，应该是有一大片啊，有新鸿基地产来发展，因为那边呢就正在新建一个大的商业中心啊，就在南站的边上，番禺站的门口。现在呢，我左拐到伟冲路上啊，
这里有一座小桥，前面呢就是伟冲村。我看这边修建的也不错啊，也是一派新农村的模样。你看马路的左侧有一些富有岭南特色的这种房子，我相信这是村民啊集体建的这些房子吧，就感觉还不错。那既然已经到了伟冲村了啊，就没理由不到里面去看看，因为这个村庄呢，我肯定是没有来过的啊。基本上来讲啊，如果说在我住所附近骑行的话呢，就这些乡村肯定就是一些主角啊，是我非常愿意去闲逛一下的这种地方。这个地方呢，貌似也在修路啊，然后你们去到村里小转一圈啊。就对于我这种休闲式的骑行呢，只要能够骑到一定的距离，它就有一定的健身的作用。但是呢，不限时间，不拘形式，也无所谓快慢，就是随意的走走，尤其是到人少的地方、乡野的地方，还有就是那种农村地带啊，随意的走走呢，特别放松。我觉得有时候也增加一些阅历啊。但话说回来，这些农村地带呢，基本上长得也都差不多。所以你去了一两个村庄啊，这附近的村民，除非是特别跟你标明的什么古镇、古村，否则呢，其实就是一个城中村的模样。感觉是一个没有什么特色的农村吧，到里面去绕个弯就好了。到了这个村里呢，就看到我的右侧实际上是一条小河沟，其实也是一条小村啊。这就是村里的模样啊，也有一些呢，你看哈，发家致富的农民啊，起的村屋几层楼，很大，下面呢都还开着他们的店铺，他们也可能是租给别人开的。这边呢已经到了他们村的中心地带了。左侧有他们的篮球场、乒乓球桌，右侧还保留着一个大的祠堂。
这边已经属于石壁范畴，看写着石壁派出所的牌子。哦，这也是苏轼宗祠啊！我就想到啊，在那个顺德那边呢，就有一个苏轼后人建的一个园林。哦，这个不知道里面还不知道呢。你看这个外面左侧这个广场还非常之大的。果然呢，天气一如预报的，好像会下雨。我已经淋到了几滴雨了。左侧这个学校是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州南站附属学校。我看这边写着石壁中学一个站牌啊，这个公交车也可以通到这里。就左侧这个学校呢，还挺大。前面路牌指着直走呢是中村，往右拐呢是都纳。我知道有一个都纳村。好，我刚刚就在这个村里转了一圈呢，现在再回到村外去。你看对面这些房子啊，建筑质量好像比较高，而且传统民居的这种样貌啊，还挺漂亮的。应该是集中置换出来的土地啊，盖的一些农民的房子吧。我看了一下地图，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要从我的左侧那座桥上经过，我就怕上了这个桥就没有回来的路了，所以我还是走在桥下吧。我相信啊，走不多远，经过前面的大桥呢，可能就要去到顺德，但是呢，我就还是要在番禺这边骑行一下，所以我想不上桥应该是对的吧。又一次来到了村里了。
到了村里呢，看来雨就下来了啊。来到了桥下，看看地图，躲下雨吧。虽然呢已经下雨了啊，但是雨势并不是很大，我们还是冒着小雨往前骑行。就来到了一个乡村里面，曲里拐弯的，我看了一下地图，相信方向呢应该是对的。这边呢又有好几个祠堂啊，吕平雷公祠，应该是姓雷的人家的祠堂。这边还有2个祠堂啊，雷氏大宗祠。雷氏主祠。就这么一拐弯呢，我也不知道应该骑到哪里去了。看来村里还是保留着一些老房子，有些呢得到了修建，我相信也是他们的后人捐款新建的吧。但是也有一些呢，我看仍旧失修。这貌似已经来到了一条大街上，伟聪药园在我的对面。这边呢是一条乡里的商业街道，你看有生活超市，各种各样的物品，这种小店，当然更多的就是餐馆了。果然啊，这边呢是伟聪这个村的中心。
刚离开一个村啊，前面好像又是一个村。这边呢已经到了西冲了，你看西冲的牌坊，从尾冲来到了西冲，同样的是村里的一条商业道路。这里已经来到了龙舟街了啊，但我再看看地图要怎么走呢？看来走的路没错，应该还是往前直走就对了。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地铁站呢，稍微有点好奇，准备过去看什么地铁站。就在这种乡下地方啊，现在也是变成了交通要道了啊。所以你看，左侧呢就有一个地铁站啊。我们到这来看看，到底是哪一个站呢？大洲站，这应该几号线呢？7号线吗？应该是7号线啊。就一个乡下地方建了一个站，那周围的环境呢都没有搞好啊。这里可以看到对面有大洲村的党群副中心啊，石壁街的。我知道这个附近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城头港，就现在20号线呢，它暂时的终点站啊，到明年底就有可能变成一直要直达芳村站了。就22号线啊，就会经过城头港，去到更远的地方。好，再回到乡道，我看左侧这个房子非常的气派。看来这个村好像更受人欢迎啊！你看村中的这种商业街道，搞得有模有样啊。离这种地铁车站近的城中村呢，是非常受这些打工人的青睐的，因为一个是可以找到便宜的房子，就租金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交通便捷，再加上城中村里面呢，相对消费比较低，这就使得很多年轻人他们在没有太多的收入的时候呢，就会选择这种地方来栖息。过渡啊。
感觉这边就是一个河川了吧？看看有一块石头是怎么写的。原来写的是大洲村生态文明南站绿洲。好，那我就把大洲村呢这个村前的这个水道作为我今天骑行的目的地吧。应该跟我导的地方也8、9不离10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回头见，紧接着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拜拜。